3个东家同时修房子，左边这2个东家选择用煤渣石来回填地基，右边这个东家呀选择用河沙来回填地基。老铁们，你们说这2种材料哪种材料回填地基好一点？挖机在手，天下我有，兄弟们，今天我们来回填一个地基。今天这个活好在拖到一个腰字头挖机过来，如果拖那台小60来的话，今天这个活有点不好干。边上这2个邻居就选择在附近拿着这个煤渣石来回填地基，然后找了一个铲车，大概给它铲平，然后上面就开始支圈梁了。这样下来呀，整体费用稍微就要便宜一点。但是今天这个东家他不选择去拉煤渣石来回填地基，就喊我们挖机来给他回填地基顺便在河里面去拉连沙石来回填。我们把这个路修好了之后就把挖机开到河边，准备在河里面来挖这个连沙石。最开始我的打算是在前方挖一点渣子过来，把这个外面稍微垫一点，然后挖机就从这里下河。但是东家说我们从这里下去的话，就很容易把这个宝坎的表面给它压坏，就不让我们从这里下去了。这下游还有一个缺口，让我们从那个缺口下河。我们就把之前收过来的这个渣子先给它装上车。老铁们，你们看河里面的这个水管，这个水管特别的大。下面这一段这个水管在表面，我们在挖的时候就不用担心挖到这个水管，但是到了后面这一段，这个水管都看不到了。按照正常逻辑来的话，这个水管应该是沿着河的边上上去的，但是最后听边上邻居说，这个前方是个弯道，当出去这个管子的时候，把这个管子拉直了，就从左边牵到右边来了。前面这一段看不到的这个位置有一部分这个管子已经到河中心来了。所以前面我们在这个地方挖这个渣子的时候真的是很庆幸没有挖到这个管子。后面事实证明，这个管子确实是慢慢的就跑到河中间来了。我们把下游的渣子转上来之后，就可以直接装车了。回填的这个地基，我们预算需要10几车的渣子，我们才拉了4、5车，这个地方就堆不下了。我们就把挖机开过来，把这个地方给它平一平，把这个路往后面再修一修，后面就可以多拉几车了。平好了之后，我们又把挖机开到这个河里面来。之前我们收过去的这一堆目测渣子还不够，就打算把前方这点没挖的又给它转过去。当我转了一堆之后，这个货车司机就说前方这个桥这个位置能不能装车。当时我才反应过来，之前一直开小挖机，觉得这么矮的地方装不上去，但是真没想到今天开的是腰字头的挖机。我们在这里随便搭了一个平台就可以装车了。这要比之前一斗一斗的转过去省了不少时间，只是我们在装车的时候这个斗不能挖得太满了，挖得太满的话就容易掉石头下来。把这里这一堆渣子装完了之后，我们又把挖机开到之前这个位置来装。这个河看着有这么大，这个河沙其实没有多深只挖了40、50左右的深度。下面要么就是大石头，要么就是淤泥，所以我们就清了表面上这一层。这个渣子拉的差不多了，我们就可以来回填这个地基了。之前东家倒了10几个基柱，这个基柱上面还有40几公分的一个圈梁，总共加起来我们需要回填70、80公分的一个高度。如果我们现在回填到和这个基柱一样高的话，当圈梁倒好了之后，后面还需要挖机来一趟，这样比较麻烦。然后东家就干脆让我们一次性给它平到位。后面2米宽的这个位置没有在无际里面，这个位置就需要和这个基柱平的一样平就行了。无际里面的这一段就需要多回填40公分高。然后我们在回填的时候，需要把横竖圈梁的位置要给它留出来，到时候好支模到圈梁。由于我们挖的这个横梁比较宽，当他们把圈梁倒好了之后，前面那个房间可能还差一些渣子，我们顺便在上面再给它堆一点渣子，当他们把圈梁倒好了之后再回填回来就行了。边上这2个邻居回填的就和基柱一样平，当他们把圈梁倒好了之后还要来回填一次。他看见我们挖机在这里，顺便让我们把前面这个基槽给它挖一下。他们之前是用铲车来回填的，有些地方高了的地方就需要人工来清理。东家这边的这个圈梁的位置我们全部给它留出来了，到时候他们就直接支模到圈梁就行了。今天这个地基我们就回填完了，在走之前我们还要在河里面去一趟。这2个石头有点大，他们人工盘不动，我们就顺便给它挖到这个河里面来。
东家害怕这个圈两倒好了之后渣子不够，就让我们再给它挖一点堆放到这个上面。这个位置离东家的地基只有10来米远，这个渣子从上方运到地基里面呢就比较简单，要是从河里面呢运上去啊就比较麻烦了，所以啊就让我们挖一些渣子啊堆放到那里。这个位置在开挖之前，边上这个邻居就给我们交代了，说我们走之前这个位置给他挖一下，到时候啊他好洗衣服。老铁们，你们看边上这个管子，它慢慢的就已经走到这个河中间来了。最开始我们在这个上面挖的时候啊，再往前面挖一点点，有可能呢就会挖到这个管子了。所以说今天呢运气还是比较好的，没有挖到这个管子。随后我们再挖一点渣子，把这个地方给它拍一个平台，今天这个活就结束了。好了，兄弟们，今天这个视频我们就分享到这里了。沙哥，说实话，兄弟们，我现在后悔买这个挖机了。这个挖机买回来还没开始赚钱，就被一个粉丝大哥先赚走了几千。具体什么情况啊？我们慢慢往下面看。这个挖机之前应该有很久没有保养了，这个油水分离器就脏得不成样了。我们给车子做了一个保养，花了1587块钱。然后工地说我们最好安装一个快接，到时候可能放下破碎锤，打下石头，这样方便一点。然后我们又花了2600块钱，发了一个快接过来，加上公司费借了3000块钱。关键是最后这个工地又搞黄了，太残暴！快接安装好了，挖机也保养了，我们这个锤也要给它保养一下，毕竟在那里放了那么长时间。当我们把破碎锤钢体拆下来之后，发现这个活塞呀生锈严重，根本没法用了。好在我们提前拆了，检查了一下，没有直接使用，不然这个钢体可能就拉坏了。全部生锈了哈，也没用了。在拆破碎锤的时候，我们正在直播，刚好有一个粉丝大哥在我们直播间，他刚好是修破碎锤的，而且他那里啊也有这个活塞。我们在直播间谈好了价格，就等这个大哥把这个活塞给我们送过来。这根生锈的活塞，防止我们取下来的时候伤到钢体，我们就把这个生锈的位置简单的处理一下。人家开直播是挣钱啊，我开个直播，我倒还花个几百块钱出去。我们附近的一个卖锤，应该是修锤的吧，他那里有活塞。这个数字我送拢，带点沙子啊。我们等了将近1个小时，这个活塞终于到了。我们把这个新的活塞拿出来，然后把这个油封和密封圈给它安装好。至于这个油封怎么安装，其实这里啊我们可以拆一个安装一个，这样就不容易出错了。还有就是我们在安装的时候，这个活塞和这个钢体一定啊要清洗干净，钢体里面这些啊不能有渣子。密封圈安装好了之后啊，我们就把这个钱给这个粉丝大哥给他转过去，总共800块钱给我们送到位。活塞安装好了之后，我们再把这个活塞环给它敲进去，再把上钢体安装好，锁紧夹板螺丝和穿心螺丝，然后啊我们就开始加氮气。本想着氮气加好了就可以正常工作了，万万没想到啊老铁们，当我们把氮气加好了之后，准备来试一下，没想到这个锤居然打不响，这就尴尬了。我们只要把枪杆压住，这个锤就打不响，一悬空它就打得响。最后这个粉丝大哥说啊，我们的这个内外套也旷了，也需要更换。这个太狂了，确实太狂了啊，手都放得进去了。第二天一早，这个大哥就来给我们换内外套，你看这个大哥笑得好开心。平时我们逛个直播间，不是刷礼物就是买东西，没想到这个大哥逛我的直播间，在我这里啊赚走了2000多块钱。昨天在他那里花了800块钱买了一个活塞，今天更换内外套，加一个破碎管路，还有一个新的枪杆，1860块钱，加起来呀就是2660多块钱了。加上3000块钱的快接钱，1500多块钱的挖机保养费，总共这个挖机回来我们已经投资了7000多块钱了，关键是一分钱还没挣到。因为各种原因，最后这个工地也搞黄了。说实话，兄弟们，我现在后悔买这个挖机了。造孽！在安装这个内外套的时候有一个小插曲，这个大哥让我们用枪杆使劲砸，把那个内套啊使劲给它砸进去。因为他拿的这个内套要比正常的内套啊稍微大一点点，他说这样硬砸进去效果会好一点。
但是没想到我们这个锤的磨损比较小，我们在这里砸了老半天，就是砸不进去。最后啊，他又把这个内套拿出来，又在车床上面去车了一刀，最后我们再使劲砸，才把它砸进去的。内套砸进去之后，边上的这个油管，由于我们按了快接，短了一节，我们就把这个新的油管啊给它安装上去。我们把这个内外套重新更换了之后，这下打锤就正常了，就能正常工作了。最后老铁们可能有一点好奇，这个工地为什么黄了呢？我开挖机16年，干香活就干了12年，平时也惯了，工地上的条条框框比较多啊，有点无法接受啊，不适应。然后就给他们找了一个师傅，但是他们又不满意，想让我在这里守着。最主要的是每天这个时间也做不起来。最后一想，还是算了吧。我们把这一段的挡土墙给它干完，干完了我们就不干了，还是拖回家自己干点香活，自由自在，舒服的多。好了，老铁们，今天这个视频我们就分享到这里了，感谢关注，感谢点赞，我们下期再见。